南昌八乡，这个幼儿园关门喽，彻底关门喽。这个幼儿园9月份马上要闭园了，合肥的绿城百合幼儿园，我家女儿就在这上学。你今天就挣70块钱呀？挣70块钱有错吗？好歹我今天挣钱了。那你挣的有点太少了，这咋生活？要不然你改行吧，干点别的吧。这挣不到钱也挺发愁的，孩子还得喝奶粉，才1岁5个月，不可能戒奶粉吧？哎，这还真愁死了。自从结了婚，天天为了挣钱而发愁。这挣不到钱好烦哦。大家好，欢迎来到看大陆节目，我是美玲。中国人的结婚率和出生率持续的走低，而这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学校、幼儿园随之倒闭。我身后的这个幼儿园已经停止招生了，马上就要关停了。像这样的幼儿园一年关了好多个，人越来越少了。天塌了，兄弟们！我儿子读坨坨班的幼儿园要倒闭了。刚才收到老师的闭园通知，不仅有些感慨，没有想到传说中的幼儿园闭园潮，我李老师也是赶上了。幼儿园给的理由是由于市场情况和租赁即将到期等原因说白了就是当下的结婚率和出生率都在下降。2024年全国新生儿是954万，相比2014年度的1897万，可以说直接是腰斩。真的一对比都吓我一跳。新闻都看了吧？幼儿园一年关掉2万所，500万孩子凭空消失，这不是科幻片啊，这是去年我国幼儿园的真实数据。最新统计出炉，去年全国幼儿园倒闭2.11万所，在园儿童减少509万人，这相当于什么？这相当于整个厦门市常住人口突然人间蒸发。济南关了257家幼儿园，光是去年下半年到今年4月份，上千名老师就没了饭碗了。不是政策，孩子越来越少。这波婴儿潮第一个受冲击的就是妇产医院，接着就是母婴店卖奶粉的，过2年就是小学、中学了。乡镇的人口急剧减少，就剩1-20个孩子的时候，只有公办的能承受，但是公办他也是要活着，不能围着3个5个孩子去开一所幼儿园，所以他肯定是要黄掉的。公办不开的时候，私人又不开，你说怎么办？赶上这波倒闭潮的还不光是幼儿园，还有小学。2024年的9月份，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小王庄第一小学申请注销登记。大家看看吧，我可没有造谣吧？我说人口下降的厉害，这学校幼儿园都倒闭，这小学上半年还有学生，这下半年都倒闭了。哥哥们把他的大型的学校都倒闭了，你看外安路的这看，你这有点新水牌子，你才几块钱，全新的钢琴，你看这边这万的啥呀的，一满几毛钱，几块钱。你这还有这 KTV 的这音响，你看还有这看风扇才几十块钱。饮水机、微波炉，看空调都堆成3的，才几百块钱。无边我饮水机，看几十个都是几十块钱。看这边这实木这上下床有几百套呢。看，你看这啥东西都有，你看沙发呀的、办公桌呀的，看，你看这校长的这。2025上海的小学招生已经结束，小学的倒闭潮也开始了。徐汇区作为上海教育资源最好的一个区之一，学生都没有招够。那么还有更夸张的，江西吉安纳村小学整所小学才6个学生2年级才3个人呢，我的妈呀，越来越人少了。这里看一下3年级，你们3年级才2个人呢，那怎么读啊？那你1个人了1年级啊？哦呦，我的妈呀，3个班加起来才6个人。我的母校倒闭了，8岁的时候上1年级就搁这上的英东区梁海小学。今年老家的小学全部关完了，都集中到镇上，整个镇还有2所小学。原来的这个每一个村一个小学现在全部都关了。中国的出生率大幅减少，导致学校、幼儿园纷纷倒闭关门。2024年全年出生人口为954万人，首次跌破了1000万，出生率是6.77%，死亡人口是1093万人，死亡率为7.76%。2024年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为负的0.99%。那么为什么出生率少了这么多呢？
因为现在的中国年轻人结婚的事越来越少了。中国人25岁到35岁的年轻人几乎有一半都还没有结婚。2025年全国单身人数将突破3亿，而这组数据呢，就相当于隔壁美国总数的2.5倍。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非常奇的现象？就如今，婚恋市场好像变成了一滩难以活跃的死水。归根结底，其实主要原因还是由于经济压力。你就去看看农村啊，有多少人到现在还是单身？包括有些粉丝他都是农村出来的，都快40岁了，到现在都还没有结婚。没办法了，都没钱了。他们平时送个外卖才几毛钱。结婚是人生的4大喜事之一，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也是很多人在情窦初开时的梦想。那么为什么到了付诸行动的年龄，就让很多年轻人望而却步呢？其实呀，说来说去还是因为钱的问题。因为现在中国人生存压力太大了，即便是结了婚，也有自己的烦恼。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不结婚，压力太大了。我还是那句话，现在不是说你能努力了就能赚到钱，有时候你努力赚不到钱。那时候开出租车还行，一天还能挣个200-300块钱。现在到后来越来越不行，越来越不行。都哪能挣100万块钱呢？挣不到，几十块钱。各种各样的行业都在抢我们生意，我们现在已经没饭吃了。一天这点收入也不怎么够家庭开销。那有什么办法呢？拼命的干，日夜的干，没日没夜的干，不容易了，太累了呀。97年的我已经对婚姻失望了。说实话，我才结婚1年。这婚结得太累了，哎，我跟你们讲个实话，我都想离家出走了。我现在在找哪个城市，去哪个城市好一点。我想着买一张随机的车票，随便去哪个城市了。唉，我真的想放弃一切，把所有东西都放弃，什么房子、车子啊，我都不要了。我就想一个人去流浪，真的，有没有男人跟我一样的想法？我什么都不要了，说实话，结婚太累了，每天呢就是房贷，只要你早上一醒来就是房贷、车贷，还有孩子奶粉钱，这些其实都算了，这只是经济上的压力。回家呢，老婆还跟你吵架，这是精神上的压力。而中国经济的不断恶化，也是导致很多年轻人不敢结婚、已婚人士不敢多生孩子的原因。现在的中国真的是太穷了。著名专家李迅雷说啊，我国收入2000块钱以下的人口啊，约为9.64亿。这个数字还真的是太可怕了。作为收入不高的一个发展中国家啊，我们面临着呢是为富啊先老的这个压力。仔细呢想一想，没钱的人啊真的是太多了。这回啊，我们可知道老百姓为啥不买房子了。一个月你说就挣2000多块钱，都不够自己花的，搁啥买房子呀？我1个小时赚了3.2块，我忙了2天才赚了64块钱，每天工作9个小时。你可能工资3000可以涨到工资5000，但是你不可能从工资5000涨到工资5万。我们这一辈子就只能给别人打工，我们就是做牛马的。根据中国民政部网站的数据显示呢，2025年的第一季度，全中国结婚登记人数为181万对，比2024年第一季减少了15.9万对，降幅大约是为8.1%。离婚登记人数是63万对，比去年同期呢是增加了5.7万对。一名博主对中国的结婚率和出生率直线下降的现象进行了分析，说到底是谁让中国人不再愿生孩子，把世界上最重视传宗接代的民族直接都给搞成人口负增长了，这宁愿背上不孝的骂名，也不愿意再去要孩子了。5年的时间里边生育人口是下降了40%的，净增人口呢减少了90%，人口萎缩的速度让整个世界都震惊了，就连官方都破天荒的站出来喊话，说让年轻人不要沉迷物质享受，要尽早的结婚生子。但是问题是，这个锅年轻人真的背得起背得动吗？结婚少，生育率低，这只是一个最表面的现象，深层次的问题究竟在哪儿呢？当年轻人看不到未来的期望了，他们就开始选择丁克了，或者说干脆就躺平了，都是被逼得没有办法了。所以你说谁不想老婆孩子去热炕头啊？谁不想着子孙满堂的？但是在这样一个社会环境之下，这些都只能成为一种奢望。2025年的3月，中共国家卫健委3月份发布文件，要求公立医院不得随意关闭产科。
但是呢，近几个月，中国不少医院的产科、儿科都在陆续被撤掉。早在今年4月起，贵州省丹寨县、四川省崇州市和江西省新干县等地的多个医院都陆续合并了产科与新生儿科。有的医院干脆就直接停住了住院分娩的服务。那么还有一些地方的妇幼保健院呢，把产房都给关闭了。从今年的5月开始，广东信宜市中医院停止提供住院生孩子的服务，只保留产前检查和产后恢复门诊。有内蒙古网友透露说，当地一家承担重要儿科任务的医院，在今年的7月初突然间被通知，要在3天内撤掉一半的病区，病床呢也要减到50张以下。多地医务人员都说，这种现象的背后，除了患者减少之外，妇产科与儿科的医生人手不足，断层也很严重。人口数量以及孩童受教育程度，很大程度上能够反映出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等方方面面的情况。家庭是社会的基础单元，而孩子则是每个家庭中的重中之重。孩子的受教育程度不仅关系到他的一生、他的工作情况、婚姻状况，也与赡养老人有着密切的关系。而这些综合起来，又能对一个国家造成方方面面的近期以及深远的影响。因此，在一个正常的尊重人性、爱护生命的国家，政府都会想尽办法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让民众能够有衣食住行的基本的保障，鼓励人们生育，甚至会提供各种优厚的补贴与假期。还有不少国家呢，十分注重培养孩子们的教育，希望每个孩子都能平等地受到良好的教育，从而提升整体的国民水平。但是到了中共治下的中国，则出现了这样的怪现象。几千年来最注重成家立业、生儿育女的中国，到了中共这里，不是大跃进式的催促人们多生孩子，就是一刀切的强制人们一家只能生一个孩子。到了中国男女比例严重失衡之后呢，又从电视剧到舆论、新闻鼓噪人们要生2胎、生3胎。但在中共各种花言巧语之下，普通人的工作却是越来越难找，工资能维持一家人的生存，养育一个孩子就很不容易了。拿什么去给孩子更好的教育，甚至会多生几个孩子呢？讽刺的是，在中国经济不断恶化的当下，不少破产的中产阶层甚至把孩子的各种补习班也给停了。很多工厂老板的孩子在国外留学，也因为父母的破产而中断了学业回国。那么反观中共的官员们，不但把妻子儿女送到海外，还给孩子提供优质的学习，拿着中国人的血汗钱供孩子上名校。但他们中有不少人却成了挥金如土的纨绔子弟。那些怀揣理想、以优异成绩考上大学的平民子弟，却面临着没有学费的痛苦。即便是勉强读完大学，甚至是名校毕业，也因为没有背景而找不到好的工作。每个月的工资勉强糊口，他们又拿什么去买房、结婚、生儿育女呢？在中共的治下，普通人乃至中产阶层的人们都生活在一个循环的怪圈当中，他们遭遇的苦难也都是中共一手造成的。好的，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请您记得点赞、订阅、留言，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感谢您的支持，我是美玲，我们下期节目再见。